各位老板，欢迎回来，我是 Helen， 一名德国注册会计师。我有一位开家具厂的老朋友老王，最近找我抱怨，说他快要被利润表骗哭了。他说，我上个月接了个大单，利润表一看，净赚8000欧，高兴得差点请客。结果月底一查银行账户，懵了，钱不但没多，反而少了1万多。Helen， 这利润表是不是骗人呢？今天这集我们就来讲讲这个账上赚钱，账户却没钱的现象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老王接了个大项目，给客户做一批定制衣柜，合同总价2万欧，但合同写着要等客户验收完1个月后才付款。为了干活，老王得先自己掏钱，买木板、五金配件这些材料花了8000欧，请师傅干活，人工3000欧，店铺的房租、水电、杂费这些固定开支也要照样付1500欧，所有的开销都真金白银出了手。接下来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利润表上明明显示赚了钱，可银行账户却越来越空。问题出在哪里呢？答案就在会计准则的要求。利润表看的不是你收到钱没有，而是你是否提供了商品或服务。这个会计规则叫权责发生制。关于权责发生制，我们会在以后专门开一期讲解。所以在老王的利润表里，账是这样的：收入2万欧，因为活干完了，提供了商品，先算收入。成本材料8000加人工3000等于11000欧，毛利润就是2万欧减去11000欧等于9000欧，净利润9000欧减去1500的固定费用是7500欧。利润表这里显示老王赚了7500，可老王看着空空的钱包，却只能苦笑着想，利润表你是不是在逗我？那我们看看现金实际的流向。现金进账0欧，客户的钱还没付，这部分在账上叫应收账款。现金的出账，材料8000，人工3000，房租和杂费1500，一共是12500欧。也就是说，老王的钱包实际变化是现金少了12500欧。利润表说挣了7500欧，银行账户说少了12500欧。这就是典型的赚了利润，没了现金。你看似赚钱，但账户里连发工资的钱都不够了。懂了原理，我们就得学会避坑。避坑第一招，改合同。像这种大单子，一定要谈预付款，不要等完工再收全款。比如签合同时先收30%到50%，中期再结一部分，最后验收付尾款。用客户的钱干客户的活才是聪明的老板。避坑第二招，提前看现金流，每个月做个简单的现金流预测表，看一看下个月哪些钱可能进来，哪些必须支出，账上的钱还够不够。我们会在以后的节目里详细讲解怎样做现金流量表。心里有底，遇到临时缺钱的情况就不会慌。总结一下，利润表没有骗你，它只是用权责发生制的方式告诉你公司干活的成果，但决定公司能不能活下去的，永远是口袋里的现金。今天大家回去想想下面这个问题，你的客户里有没有人还欠着你的钱？那些白条有多大？您离资金危机有多远？下集我们要聊的是资产负债表。为什么有些公司看起来资产一大堆，却一击就倒？如果您对财税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如果您在德国经营业务，需要建立自己的财务体系，
和税务师更顺畅的沟通，培养自己的财务团队，都欢迎邮件联系我。谢谢收看收听老板的财税频道，我是 Helen。如果这期节目对您有帮助，请订阅、收藏、点赞和转发，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。也可以在 YouTube Podcast 里找到我。我们下集再见。